穷人为石磨翻身那么难，是他们脑子不好，智商不够，还是有什么别的理由？很多人一辈子都被感情绑得死死的，根本没心思也没力气做点别的。比如爱情、亲情、兄弟情、父子情、师生情，这些东西听起来挺美好，但对穷人来说可能就是个大包袱，整天被这些感情牵着鼻子走，哪还有空去想赚钱、想翻身的事？穷人想摆脱穷日子，变成有钱人，最难的不是懒，也不是笨，而是那些他们死活放不下的狗屎感情。你要是甩不掉这些穷亲戚给你的所谓无私的爱，那种亲切的温暖，那你再有想法，再想搞钱也没用，因为你会被这些感情拽着腿，哪里都去不了，想干石磨都得看别人脸色，动不动就被拦住，根本由不得自己。这些狗屎感情就是拦路虎，拖住你前进的脚步。俗话说得好，强者无情，大道无情。你要是整天被感情绑着，被人用感情压在头上，天天为了点感情扭扭捏捏，你还怎么变强？想谈感情，那也得等你有钱有实力再说吧，不然就别瞎折腾了。越是无情，越不把父母亲人当回事，你的气场就越降，做事就越干脆利落。反过来，你越是被感情牵绊，越是把父母亲人看得太重，你就越没劲，做事拖拖拉拉，最后什么也做不成，变成个废物。你本来就是个穷光蛋，一无所有，要是还不下狠心斩断这些破感情，根本没救。要是你觉得这话听着刺耳，觉得温柔乡放不下来，那你就老老实实回家喝奶，跟你那穷鬼父母一起混日子吧。可如果你认同我说的话，觉得人生90%的瓶颈都卡在这些廉价感情和迷雾一样的幻想上，那你可以接着往下看。穷人翻身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圈。你身边全是打工人，那你80%也只能当打工人。你身边全是老板，哪怕你再差也能混个新3板。你身边全是投资人，那你再不济也能学会用钱生钱。个人的力量在圈子和环境面前其实屁都不是。有钱人为石磨宁愿花几10倍的钱住高档社区，也不愿住鱼龙混杂的闹市，因为他们明白圈子和环境的重要性。说的再直接点，你现在身边人的质量，你每天接触的资讯，基本上就决定了你未来5到10年的路。我劝你细细琢磨，这句话杀伤力可不小。不信，那你回忆一下过去10年，身边都是什么人，是什么把你带到今天这地步的？大部分人都是穷鬼家庭出身，那就得学会做个无情的白眼狼，狠下心走自己的路，千万别跟身边的垃圾说实话，不然一辈子都会被这些垃圾拖累。得赶紧跟他们划清界限，最多居高临下让他们听话，绝不能平等相处，不然他们肯定会气到你头上指手画脚，最后毁了你的心情和努力成果，把你搞得抑郁而死。先说说底层的垃圾父母吧。如果你的父母是穷人，高几率他们生你就是为了控制你，一步步榨取你的价值，给你养老，给你洗脑，让你把他们的感受摆在第一位。你得看清现实，翅膀硬了就立刻离开这个垃圾堆。大部分人在这种先礼后兵、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的狂轰滥炸下都屈服了，最后把父母的感受凌驾于自己之上，活成了一只奴隶。本质上他们就是想让你当他们的奴隶，一个赚钱机器。可惜大部分人看不透，就这么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。只有少数有本事的人能看清这个真相，果断斩断这些枷锁，走上独立致富、自由自在的路，他们就不容易被控制。我就直说了，想过得幸福快乐，你必须做第二种人，别跟底层的小人谈感情，一定要无情，多赚钱，争取跳出这种垃圾圈子。你别觉得我夸张，明白事理的人都能懂我的意思。总之，底层的父母能给你的只有伤害和束缚，没什么正能量。想变强，就得早点跟他们划清界限。如果你觉得父母是个麻烦，那就别在低声下气迎合他们了。要让他们来迎合你，你得主导他们，要么直接扔掉，要么凌驾于他们之上。
你到底是为了自己活着，还是为了迎合别人？你最好现在就下个决心。说到底，那些喜欢被父母奴役的人，还是没认清自己作为人的本质。你是独立的，可以自己决定一切。你们只是我的父母，有什么资格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？这就叫强者的健康心态，一切以自己为主。等你这么做了，就会发现摆脱父母的阴影，独立做人是那么自由痛快，以前的几十年都白活了。当然，这时候你也得自己扛起人生的责任。这种状态其实挺好，虽然苦点累点，但那股劲头回来了，谁也打不垮你。总之，早点离开父母，找自己的路。你是只鸟，是雄鹰，就该飞向自己的山，别留恋过去。说完父母，再说说底层的垃圾亲戚。我常说一句话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。穷人和穷人之间特别容易互相撕咬，只要其中一个有富起来的苗头，马上就会被家族里其他穷人扑上来咬。他们心里真实的想法是，谁过得比我好都行，就是看不得身边人比我好。那种极度又虚伪的笑容，完全藏不住内心早已狰狞丑陋的嘴脸。他们要么用言语劝你，要么故意搞乱你的事，打着无私的爱的旗号，想方设法拦着你。所以想致富，千万别待在穷人堆里，别离家太近，更别在亲戚朋友面前多说你的收入。收入低了，他们瞧不起你，圣母心发作给你推荐工作；收入高了，他们还是瞧不起你。凭什么你这不如我家孩子的还能赚得比他多？我被问到这问题时，总是随便应付一句没多少，马马虎虎就这样吧，把他们打发走。看到这里，肯定有人骂我白眼狼，不孝顺。我实话实说吧，不光你们骂我，我那些亲戚朋友也骂我，说我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不懂礼貌？所以我在亲戚朋友和长辈那里名声特别差，因为他们在我身上找不到一点优越感。你会发现，他们给你的爱，就是把你贬得一文不值，或者以为你好的名义，扮演过来人给你上课洗脑。这话是不是特别有共鸣？所以你得学会断舍离。我说的还算轻的，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，可有些家庭是亲兄弟直接开打，有什么账好算，直接干，谁不知道谁，谁怕谁啊？所以想致富就得六亲不认，为石磨要这么绝情。因为这世上只要沾上钱的人和事，就没什么感情可言。当你整天努力工作，想办法赚钱时，突然有个穷亲戚跑来劝你别做了，说你做的是骗人的，你什么感觉？或者你赚了点钱，这些不要脸的亲戚找各种理由来蹭你，想让你免费帮他们家孩子。不管这些孩子最后成不成功，你都会被指责。成功了是他们的本事，失败了你是糊弄人。他们根本不想帮你，甚至背后捅你一刀。致富本来就得特别专注，外界影响太多，很容易被打回现实。穷人翻不了身，主要是因为祖上没富人，所以他们觉得自己也成不了富人。他们觉得，如果祖辈都没成功，自己苦读10年又怎么比得上别人几代的生意经验？读书和赚钱的差距可大了，要是课本能教赚钱，老师早就成最有钱的人了。所以，面对这种时候，别被他们的言语动摇，坚持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专注致富的路。别让外面的负面声音干扰你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靠努力和智慧，你能实现财富自由。别被那些眼红你的人左右，他们只是嫉妒，不是真关心你。别再重走那些穷亲戚的老路，也别信他们的话。如果他们能成功，早成功了，还用得着跟你废话？你得跟过去的自己彻底划清界限，跟那些没用的穷亲戚说拜拜。过去那些想做又不敢做的事，就大胆去做。最后，我再聊个有深度的话题，大家细品。我观察到，限制很多人发展，让人抑郁的东西就一个，太在意无关人士的评价。什么叫无关人士？除了你自己，任何人都是无关人士，都得保持距离。比如父母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。如果你是富家出身，
在意他们的看法还说得过去。我不听任何人意见，不在乎任何人评价，原因有俩：我身边那些人一辈子就干2件事，跟穷做斗争，跟快乐作对。接下来我要说的很扎心，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跟穷做斗争，他们的特点是短视，只看眼前利益，忽略开拓眼界、提升认知、心理健康、尊严和快乐。他们赚钱的动力可能是恐惧和不安，而不是对快乐的追求。他们跟快乐有仇，看到别人过得好就嫉妒，想拉低别人。这种特点既是他们穷的结果，也是他们穷的原因。他们总用各种方式让人不快乐。如果你的脑子里也有这种阻碍快乐的东西，建议你跟那些有毒的关系断绝联系。这些有毒的关系可以是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